這2套麥克風用了小半年，如果你剛好要選麥克風，那麼可以看我這期長期體驗啦。大家好，我是云飞，這篇是我長期使用這2套无線麥克風大疆 DJI Max 3和猛犸 LUK Max 2的真實體驗，整理成一篇長文，既有功能對比，也有用者會遇到的日常問題。實在說，這2套麥克風都很優秀，在各自的選擇的偏向點上都做出了很不錯的創新和自己特有的點。如果你講究極致的便攜，大疆的生態和多麥布置 DJI Max 3會很貼心。如果你會更在意現場把控和現場監聽，不露出 logo 和錄了馬上就能夠確認 LUK Max 2的監聽套裝會讓人省心很多。下面是具體的一些細節，我會把我體驗到的各自的優點、缺點都扒出來給大家一起分析查看。那我們就先來小小的对比一下它们的一些基本参数。這2款麥克風各個配置上都打得有來有回，其中傳輸距離、延遲、採樣率、內錄規格、電池續航、降噪、時間碼等功能上其實都保持了比較高度的一致，但還有一些功能設計上會有一些差別。大疆的 Max 3最多是可以4發8收，而猛犸 LUK Max 2最多是4發1收。然後目前自媒體拍攝比較重要的內錄規格上，雙方都有最高32Bit的支持，但 Max 3需要連接充電盒才可以導出內錄文件，而猛犸是可以直接當麥導出，這點是 Max 3為了做小做出的妥協，但猛犸在內錄的時候沒有這種提醒，大疆有，所以這就是不同的選擇，就看咱們自己需要什麼功能。而上面都提到了他們的妥協，那麼我們就來看一下他們的重量實際區別。大疆 Max 3單個是16克，猛犸單個是13.9克，他們基本上也都做到了在这種配置裡面極限的輕了，兩者都是夾在衣物上沒啥感覺那種。DJI Max 3的位置，因為它磁吸設計，可以有更多更靈活的選擇，而猛犸一體化，夾力會更強，其有背夾設計，可以隱藏自己的 logo。猛犸隱藏 logo 這個點是真的只有拍商業採訪、正式宣傳片的朋友才懂，它能夠避免把品牌標誌拍進畫面裡面，這在某些客戶裡面那簡直就是加分項。然後還有必要提醒一下關於大疆的一個使用，就是因為太靈活了，而且輕有磁吸，是真的會比較容易遺失。我個人就丟了一個，拍攝完成一定要把設備收拾全面再回程，這點真的非常重要。而除了重量這些直觀的差別，半年用下來，我覺得還有幾個點也值得說說。第一個就是收音的質感，兩家的底噪控制都夠用，但猛犸在開啟強降噪的時候會把人聲的細節削掉一點，而大疆在控制氛噪方面會更加自然一些，尤其是在戶外人多的場景下，它會更穩。好，現在我們來測試一下他們的一個降噪能力。現在我們是在一個餐廳裡面啊，然後這2個都已經設置好了他們的這個降噪，然後我們先把大疆的降噪開起來。大疆它是有2檔降噪，一個是弱檔，一個是強檔。然後猛犸的話，它的這個降噪是有一個檔位，它是從5dB 到那個25dB。然後我們先從最低的一個5dB 開始啊。好，那我們現在可以先感受一下大疆它弱檔降噪的一個能力，然後我們再切換到我們的猛犸，它現在是5dB 降噪，然後我再去這個麥克設置裡面去把猛犸的降噪開到大概中檔的一個位置，現在是12dB 降噪，然後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最後我們切換到它最強的這個25dB 猛犸的，然後大家感受現在的聲音。然後大疆的話，它這裡是能直接切換到強檔的一個降噪，然後我們切換。好，現在就是大疆的一個強檔降噪，你覺得他們2個在降噪這一塊表現怎麼樣？可以來打個分。好，現在我們來到一個比較巧的一個室外，大家可以看到人來往往啊，然後我們分別切換到他們最高的降噪，我們直接到猛犸的這個20dB 降噪，然後大家感受一下猛犸現在的一個音質和降噪的一個效果。好，現在我們再來開啟大疆的一個深度降噪，就是強檔的一個降噪，然後大家感受一下他們的一個音質和降噪的效果，你覺得他們的表现怎麼樣呢？第二個就是操作邏輯，大疆的屏幕交互它會更直觀，上手更快，調參數效率它會更高。猛犸也不難，但頁面切換步驟會多一層。如果你是那種拍攝中需要頻繁調節的人，那大疆用起來會更順手一些。而第3個就是內錄的安全感，大疆有震動確認，你能夠
明確的知道開始錄了或者暫停錄了門碼是沒有震動，只能夠看指示燈或者看那塊小屏幕，所以在忙的時候就感覺總會不太踏實。我覺得下一代可以在那個接收器上面做一個錄制燈，甚至同步相機的錄制，這個我覺得是很有搞頭的。第4個是擴展性，大疆屬於是生態型設備，多麥匹配大疆自己的各種運動相機機位，多場景都能玩。对於生態用戶來說，它會更強，而門碼更像是拿起來就能用的工具，簡單乾脆，但擴展能力沒有大疆多，但自帶耳麥，這個體驗在拍攝一些稍微重要一點的場景裡面，它會更方便。然後大疆因為是磁吸，所以在夏天或者秋天是比較適合使用磁鐵直接吸住，而冬季就是需要使用那個小夾子，我覺得會更穩固一些，所以意外的還挺全面。而門碼的話，夾子它很大，基本上就可以滿足所有的這個衣服的一些場景，這點也很不錯。第5個是收納出行的一個體驗，大疆的磁吸配件多靈活，它這個是優點，但需要你整理好才可以全面的放進去需要按照規定的位置，基本上沒有冗余。門碼就簡单一體化一些，不需要太操心这些細節，不過需要自己帶好3.5毫米的這個耳機線材，畢竟沒有辦法直接裝在充電盒裡面。最後是穩定性，半年裡面2家都沒有掉過鏈子，但大疆的固件更新會更勤一些。門碼這是一配好之後，基本上就不需要管，一個是重生態擴展，一個是重直觀簡單，就看你偏好哪種工作流了。最後就是信號的穩定性，這個我在日常使用裡面是完全沒有困擾的，這2者都可以非常 nice 的直接穩住。我們也可以來看看它們的極限在哪，可以来簡单对比一下距離。好，現在我們來測試它們倆一個距離，就是它們這個傳輸的質量怎麼樣啊？然後現在小夥伴是2台相機，然後分別插了2個不同麥克風，大疆的和门碼的。然後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它實際的一個距離，實際的距離是30米左右。然後我們現在這樣往後退，直到兩個聲音，直到他們2個麥克風有一個沒有聲音，然後我們來記錄一下我們的這個距離，看看他們的這個極限的距離是多少，誰會更好一點啊？好，現在的距離是160米，已經非常的遠了啊！而且我們日常基本上就不可能有這樣的一個拍攝啊，就是這麼遠的一個距離，你還非要使用這種無線麥克風，所以說由此可以看到他們倆的這個麥克的一個質量，就是音質的質量。由此可以看到他們倆的這個無線傳輸的質量還是非常的棒的啊！我現在再來測一下它的一個距離，在我這邊2個麥克風都是亮綠燈的，就說明它們是連接上的啊。哎呦，這個距離目前是253米，253米，好。就已經是廠商宣傳的這個200到300米了，然後大家可以確確實實的感受到現在這個科技進步的一個力量啊。好，經過我們這次的實測，我就是發現他們在無遮擋情況下確實是棋逢對手，都是差不多的，他們都可以達到2到300米左右的一個距離，就是無遮擋的場景下。但是如果我們背身過去的話，就是如果不是正对着我們這端，稍微側，或者说後面，距離會稍微大一點。大疆的就是在背身的场景下，它的这个信号传输会好一点。然後门碼的話，它在背身過後，它就會有一點嘈雜，這是他們的一個差距。所以就看大家自己的一個選擇，還有自己的一個使用場景。這一塊你還別說，一測我們還真測出了點東西。這2套 Mac 是真的思路不同，但都很能打。大疆 Mac 3更像是拍攝生態裡面的核心部件，擴展能力強，操作順，看剛人好，適合多麥布置、商業拍攝、複雜場景。而門碼 Lac Max 2則是那種拿起來就能夠工作的工具型設備，監聽套裝它更省心，隱形夾它會更適合正式的拍攝，內錄導出更直接、簡單可靠，可控性也高。如果你更依賴生態、多機位、多場景，那大疆會更舒服一些。如果你追求少操心，錄了就穩，現場聽得到，那門碼更像是你會想要的那個。剩下的就是主要看一個價格，你手上的那種設備生態以及你自己習慣哪種工作流了，沒有絕對的更強，只有更適合。以上就是我們這段時間裡面的實際體驗的一個分享了，沒有那麼多數據，都是真實的體驗，希望你會喜歡。那麼記得關注呀。那我是雲飛，保持思考，咱們
下視頻再見。